从初中开始，我就有个梦想，就是要把健康的密码找出来。80年代末，我高中的时候，大陆正流行气功，书报亭有大量的气功杂志读物，所以我开始研究气功。虽然最后发现这是个骗局，但是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并于1986年考入了上海中医学院。但令人失望的是，5年的中医学习让我大失所望，并使我对现代中医产生了很大的疑问。中医真的是太弱了，所以我出来做了几年医生，便头也不回地抛弃了中医。虽然放弃了中医，但我的终身理想还是没有改变。我还在不断思考着健康的密码到底是什么。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在2017年左右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重新开始研究中医。就是我这个人的体质有个问题，经常感冒。感冒的话，一感冒就会喉咙痛，这是个老毛病。然后呢，喉咙痛以后，我就会吃一些中西结合的药，比如银翘片。吃了以后，会在1个星期左右恢复正常。但是可能过了1-2个月，老毛病又要犯。一次很偶然的机会，有一次我感冒后发现桂枝汤可以用，然后我实验了一下，买了一副中药煎了3碗。但神奇的事情出现了，当我喝了1碗以后，早晨起来突然发现我的喉咙不痛了，我的感冒好了，我太震惊了。难道这就是我日夜寻找的中医，真正的中医吗？所以我又开始了研究，这几年基本是在古书堆里度过的，并且我非常幸运地掌握了中医的基础理论。目前实际上中医的理论是失传的，我把它又找了回来。中医目前的话，它主要的理论是辨证施治。实际上辨证论治是最大的谎言。为什么现在提倡辨证论治？因为所有的关键理论都已经失传了，所以你只能辨证论治。其实你阴阳你靠辨证是很难分辨的，虚实靠辩证也是很难定的。我们所说的八纲辩证，阴阳、表里、虚实、寒热，如果辩证的话，看寒热还是比较清楚，表里也可以辨个大概，但阴阳你是搞不出的。而阴阳虚实是治病的关键指标，最重要的依据。真正的中医理论有多牛逼？举一个你肯定不会相信的例子。我在中国，你在美国，我可以搭出你的脉，难以置信吧？远古的文化就是这么厉害。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，注意我所的中医，重返中医指的是远古中医，而不是现代的中医。现代的中医，不管是大陆的，还是台湾、日本、美国、欧洲、大洋洲的，都已经失去了理论基础，再多做的工作全部模仿西医在做，跟远古中医完全是背道而驰。所以现代的中医越来越不得人心，越来越失去了特别是年轻人的信任。现在你看，有几个人生了病真的会去看中医？会去看中医的往往是那些西医已经无可奈何的疾病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